第二天，魏无羡准时来到蓝忘机办公室，更让蓝忘机眼前一亮的是，魏无羡胸前别着那个定制的兔子别针。不讨厌我，就是喜欢我吗？不对，这逻辑也太简单粗暴了吧？哪有不是讨厌就是喜欢的？胡说，你明明讨厌我。魏无羡反驳道。没有，你今天就是要跟我杠是吗？魏无羡想起这2年生活的点点滴滴，一股委屈的感觉涌上心头。我喝酒你会不高兴？魏无羡哼了一声，生气的样子吓死人。喝酒伤身？蓝忘机认真答道，心想我生气的样子真的很吓人吗？我熬夜你也会瞪我？魏无羡开始算账，凶死了。熬夜也伤身？伤我的身又不伤你的身。魏无羡狡辩道。我只是希望你健康一点。蓝忘机由衷地说。魏无羡愣了2秒，语气平静了许多。你回家也不跟我多说话，就坐在那里看书。我叫你魏婴，你也没看我一眼。因为我那时在打游戏嘛。魏无羡有些理亏地说。还和我分房？我怕我影响你睡觉啊，你工作那么忙的。臧色总说蓝忘机很忙，魏无羡也没当回事。但这段时间亲自看到蓝忘机工作的样子，才知道对方管理云深上下究竟有多辛苦。你出差都不打一声招呼就走，结婚纪念日也不记得，跟我一起出去吃饭还总接电话。魏无羡声音越来越低，我以为你是刻意回避我，不想看到我这个爱人精。魏婴，蓝忘机放下笔，转而握住魏无羡的手。在很多事情上，我也是被动的，心里有千言万语，却不知道该如何解释。魏无羡心里一颤，这样的肢体接触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。蓝湛，我知道你很忙。魏无羡最近跟蓝思追打听了蓝忘机工作上不少事情，内心也有愧疚。我以前太任性了，但是你什么都不说，我就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魏无羡忽然觉得这2年的日子真的很憋屈，他憋屈，蓝忘机也憋屈。我以为你讨厌我，为了不违背母亲的遗愿才勉强自己和我结婚。我的生活习惯你看不顺眼，你的生活习惯我也觉得古板，不是这样的。蓝忘机认真看着魏无羡，我一直喜欢魏婴。魏无羡心脏猛地一跳，他这是第一次听到蓝忘机的告白，心里有惊喜，但更多的是乱糟糟的情绪。我也喜欢蓝湛的，这段时间的情绪基本都被蓝湛牵着鼻子走，看到他会莫名开心，没看到他心里也空落落。没错，是喜欢的。可是2年的婚姻生活都没能将2人更紧密地捆绑在一起，反而关系越来越僵，甚至离婚。即使喜欢，或许也并不适合一起生活。魏无羡心中闪过这个想法，刚才的一丝喜悦心情瞬间被泼了冷水。魏无羡抽出手，从口袋里拿出一枚戒指，这是他们的婚戒，搬走后他就摘下来一直戴在身上。可是怎么办？我们都离婚了，蓝湛。魏无羡苦笑了一下，现在说什么都晚了。魏婴，一切都不晚。今晚先这样吧，我累了。我想先回家。魏婴，蓝湛，破镜真的能重圆吗？魏无羡穿好戒指，心烦意乱地走出蓝忘机的办公室。魏哥，忙完了吗？今晚老地方见没问题吧？刚走出云深的大楼，聂怀桑的电话就追过来了。不来了。魏无羡有气无力地说，我要回家睡觉。啊，这才几点呢，魏哥，是不是被蓝忘机压榨了？聂怀桑那边声音闹哄哄的，魏无羡听了心里很是烦躁，跟工作狂一起混真是难啊。魏哥不如过来放松一下。怀桑，魏无羡盯着深夜空无一人的寂静街道，我发现我好像很喜欢我前夫，怎么办呢？你脑子被门夹了吧，魏无羡。江澄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，好马不吃回头草。快点过来，喝酒清醒清醒。好吧。魏无羡抬头看了看依旧灯火通明的总裁办公室所在楼层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魏无羡离开后，蓝忘机亲自改好文件，才回到家里。自从魏无羡搬走后，家里愈发冷清了。从前还能听到那人打游戏的惊呼声，吃零食的夸张咔嚓咔嚓声，或者是喝醉酒稍显沉重的呼吸声，如今却万籁俱寂，一点生气也没有。心已经表白，可魏婴还是走了。可能真的无法挽回了吧？当初若是大胆一点，
蓝忘机从公文包里拿出离婚协议书，这是那日从餐桌上拿到的，上面清晰地签着魏无羡的大名。那熟悉的字迹无比刺眼，也刺痛了蓝忘机的心。魏婴签字的时候是什么心情呢？是解脱感吧。蓝忘机没有开灯，静静坐在沙发上，手里拿着离婚协议书，心里的温度在一点一点流逝。忘机，你在家吧？藏色打来电话。阿英又跑去喝酒了，我给你发个定位，这次可不许他再胡闹了。不用了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蓝忘机深吸一口气，说，我已经和魏婴说清楚心意了。电话那头是一阵沉默，藏色已经猜测到，即便是蓝忘机鼓起勇气表白心意，但自家儿子还是退却了。